你猜猜看，一艘核潜艇用最快的速度环游世界1周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15分钟，而且这是美国的遥鱼号在1958年就已经完成的记录了。当然，它做了个弊啊。作为美国第2艘到达北极点并第1艘在北极破冰上浮的核潜艇，它选择了一条离北极点只有3公里的航线来完成它的环球壮举。于是，在驶过全部24个时区之后，它当然只会花15分钟，并且也只开了19公里了，连发动机都没有热起来就已经结束了。该说什么才好呢？好吧，你可以把这个呢看成是一个玩笑啊。但美国空军在1949年初完成的那次不间断环球飞行，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了。一架代号为幸运女神2号的 B-50超级堡垒轰炸机呢，从美国本土的卡斯维尔空军基地起飞，在连续飞过大西洋、地中海、撒哈拉沙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后，又安全地回到了出发地，全部行程达到了3.7万公里，的确是环球无疑了。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完成的意义何在？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二战结束，铁幕降下，欧洲被一分为二。苏联封锁了通往柏林的陆路通道，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只能通过空运来维持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苏联人也正在积极地重建他们的军队，并加强对东欧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冷战正式开始了。在刚刚结束的大战中，战略轰炸已经用事实来证明了自己的地位。尽管美国已经解散了它的大部分战时空中部队，但仍然拥有很多的 B-29，就是那架在日本上空投出了原子弹的飞机。同时呢，还在加紧交付它的升级款更为先进的 B-50。远程轰炸机 B-36呢也正在开发当中，所以华盛顿的手里面呢是既握有大量的核弹，又拥有把它们分发出去的渠道。就问你苏联怕不怕吧？他可能还真的不是太怕，因为彼时一架最大航程的美国轰炸机也无法实现全球覆盖并且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呢，还要再等上数年的时间。所以苏联人凭啥害怕呢？这显然不是美国人想要看到的。于是呢，空军高层们就坐到一起，传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用一次不间断环球飞行来让苏联人相信我们是有能力利用现有的部队就实施全球化的打击的。同时也能向自己的公众秀出肌肉，让他们看到这个成立不足2年的新军种是值得大家来长期投资的。恰好新上任的空军上将柯蒂斯·梅勒呢是个比较激进的人物，所以这个计划就快速被推进了。只是纸上的计划好做，但实际该怎么操作呢？唯一的希望落在了空中加油上。空中加油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既可以用硬管来加，也可以用软管来加，既可以给战斗机、轰炸机加，也可以给直升机加。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最先进的空中加油手段其实也没有比几十年前进步多少，它叫做抓钩软管系统。具体是这么操作的：收油机先是将一根钢缆从自己的尾部释放出去，让它拖在后面，接着半飞的加油机也会从尾部释放出一个带有抓钩的绳索，并试图让这个抓钩去缠住收油机的钢缆。此处省略让人抓狂的复杂纠缠过程总之，在抓钩勾住收油机的钢缆之后呢，会把它慢慢的拉回机身内部，将输油管的一端挂在上面，并通知收油机，现在该你来拉了于是收油机就开始拉回钢缆和输油管，并将它接到自己的收油口上。在连接好之后呢，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一刻了。而这个奇迹由重力来完成，加油机会拉起机身飞到收油机的上方，让燃油靠自重来流到收油机的油箱里面。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低效的过程。所以一次加油把2架飞机上的人折磨个1-2个小时呢，是个常见的事情而且当时的雷达仍然不可靠，所以整个加油的过程呢，都必须在目视条件较好的白天完成。鉴于此选择本次不间断环球飞行的加油点就显得很重要了。它们既要间隔差不多相当的距离，还要让飞机在到达的时候恰好是上午，并且附近还得要有个供加油机起降的美军基地才行。其中亚速尔群岛的拉杰斯基地、沙特的达兰基地、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和夏威夷的罗杰斯基地呢，被选中为中间接力的地点。从美国本土起飞的轰炸机在分别飞临他们上空获得燃油的补充之后呢，就可以实现不落地绕地球1圈了。整个航程计划用时4天，飞机选用了 B-29的改款 B-50，在换上了更为强大的普惠 R4360发动机之后呢，它的装载能力和航程表现都大大优于了上一代。另外，为了进一步延长飞行的时间，在2架计划用来完成此次任务的 B-50上呢，还做了一些改进，把他们的炸弹舱里也装上了一个大大的油箱。
所以严格上来说呢，它们应该叫做 B50A。专门改装用来给它们加油的是几架 B29。而2款飞机的改造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甚至连参与其中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被蒙在鼓里的。因为尽管此行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宣传，但是由于风险太大嘛，美国空军还是担心，万一要是出了点啥乱子，宣传不成，到自我抹黑了一把，不是很难看吗？所以不仅在改装的时候加以演示，甚至在行动的时候呢，还可以要求每次空中加油完成之后，加油机和受油机的编号还必须要互换一下，给所有人造成一种假象，这是一次短途的飞行啊！直到最后时刻，在确认了行动成功无疑之后呢，才会对外公布。但其实呢，中间差一点就走漏了风声。关于那个小插曲呢，我们稍后会讲到的。为了讨个好彩头啊，2架参与行动的 B50 呢，分别被命名为全球女王和幸运女神2号。原计划是由全球女王来飞，幸运女神2号呢作为备份的。但巧的是啊，女王显然是没有女神幸运啊，而且人家还偏偏就是幸运女神呢。1949年2月25日，全球女王从卡斯维尔起飞，一路向东，在差一点就要飞过大西洋的时候呢，发动机突然出现了故障，不得不迫降在了亚速尔群岛。于是主角光环不得不切换到了幸运女神2号头上。第二天一早，在划破了卡斯维尔阴冷的晨雾之后呢，她出发了。首次在亚速尔群岛上空的加油呢，有惊无险。虽然过程长达2个多小时，但总算是成功加进去了。于是接着飞。当天晚些时候啊，幸运女神2号飞过了直布罗陀，从大西洋进入到地中海，又飞过了撒哈拉沙漠。第二天，飞机到了沙特上空，燃料用完了，第二次加油又开始了。过程还是很不顺利啊，因为飞行区域刚好就在雷暴区，有着很大的乱流干扰。虽然勉强完成加油，但14名机组成员已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疲惫了。到了第3天，飞机进入印度洋，飞过了南海，接着来到了菲律宾空域，加油任务又开始了。这次可以说是出了大麻烦了啊！先是碰上了恶劣天气，接着加油软管的一个链条又坏掉了，机组成员呢忙了很久才把它搞定。就这样磕磕绊绊的加好油之后呢，幸运女神2号终于可以继续前进了。但是返航的加油机却由于飞行员的错误判断，在下降速度过快之后呢坠毁了，机组成员全都遇难了。这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差一点就让本次任务提前曝光的意外。同时还有一个插曲啊，我们之前讲了，为了掩盖本次行动，在每次加油点，幸运女神2号都要更换一次编号，而本次换的编号呢，就是一架原本计划要从这儿飞往夏威夷的 BR9 了。这本来没什么毛病啊，因为幸运女神2号的下一站就是夏威夷嘛，掩护的也是恰到好处啊。但坏就坏在这儿有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空管，他眼睛很尖啊，一眼就看出从克拉克基地到檀香山的飞行距离是超出了 BR9 的航程了的，所以就马上召回这架飞机了。这就尴尬了。你说机组不回来吧，该拿什么打掩护呢？回来吧，已经飞了的3/4不就白飞了吗？幸好在关键时刻领导出面了啊，赶紧出来把这个铁憨憨拉到了办公室，一番开导之后才保住了军方的秘密啊。幸运女神2号得以继续东飞。但是恶劣的天气和疲惫的状态并没有得到缓解，到了夏威夷上空进行最后一次加油时，连飞机都已经开始出现机械故障了。我估计要不是看到希望就近在眼前，他们的本次冒险可能就止于此了。到了3月2日上午9点呢，在离开了96个小时之后，这架 B50 幸运女神2号终于幸运地降落在了原本的跑道上。跑道两边啊，此时也挤满了各路媒体。他们是在凌晨时分才被通知前来观摩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的。是的，尽管有着诸多不顺，但这确实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国展示出了其拥有可以把核弹投掷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的实力。而对苏联来说呢，他们则接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战争来临，没有一座城市是安全的。尽管很难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对于继续把冷战扣在冷上呢，是值得肯定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你能相信吗？帆船为了让自己开得更快，居然能够凭空造出风来，这是怎么回事？时速100的发动机能够把汽车开到时速200吗？当然不能啊。但是帆船就能用时速46公里的风把自己开到接近130公里的时速，超过发动机近3倍，这又是如何做到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看起来非常反直觉的现象。作为自身不带动力的帆船，风就成了其唯一的动力来源了。而常识告诉我们，风在后，船在前，直接对着它吹，能够把最大的风力传递到船身上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理应使船跑出最快的速度，没错吧？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最快速度有可能达到甚至是超过吹着它前进的风的速度吗？我们来看看啊。随着船速增加呢，船和风之间的速度差也在逐渐的减小，而帆船的推力正是来自于这样的速度差。速度差减小了，意味着帆船所获得的推力也减小了。但是有样东西却在不减反增，那就是帆船所受到的水的阻力。最终呢，仅剩一点的推力和阻力达到了平衡，帆船便失去了加速度，只能定格在一个比风速略小的速度上匀速前进了。看起来啊，即便是在理想情况下，帆船应该连跟风速平起平坐的机会都不会有，哪还能超过它呢？但真实情况就是啊，现代帆船不仅能够比风跑得快，而且还能比它快很多，这不逆天了吗？好比说你的同学抄了你的试卷，居然超出了比你高好几倍的成绩，你说这气不气人啊？这还真不怪人家，关键是人家对于答案的理解深度是跟你不一样的。帆船对风的理解也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么直白，在他的眼里面啊，它不是帆，而是机翼。就像是风并不会直接从下往上吹，然后把机翼连带整架飞机吹起来一样，帆也不会让风直接对着它的后面吹，而是跟机翼一样，与风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水平关系，然后利用更加强大的升力来使它前进。所以鼓起来的船帆从截面上看起来呢，也就长得跟一只机翼没太大区别了。伯努利效应在这里也秀出了自己的肌肉，看起来似乎跟空气有点关系的，就很难跑出伯努利的掌心啊。关于升力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相关的话题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一会儿一定要去刷一下哦。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帆船把风从作为推力升级成作为升力后该怎么操作。由于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风向的，所以想让帆船向前开，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风从帆船的正侧面吹过来，然后把帆以一个较小的夹角对齐风向就好了。看起来跟飞机的机翼要做的事情简直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风作用于帆产生的升力正好跟船头的方向一致，自然就能够让帆船前进了。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帆船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其自身跟风之间的速度差，所以哪怕它开的是越来越快，只要风速不变，也能够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动力来源。换句话说，就是由风提供的加速度是始终存在的。那么这样讲起来，这个时候的帆船是不是就能够一路高歌，越跑越快，然后超出风速的数倍呢？很遗憾啊，也是不行的，因为别忘了啊，随着船速增加，水对船身的阻力也同样是在增加啊，两者还是会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呢，船速又被锁定了。那么有没有能够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呢？有的，那就是增加风速呗，因为风速越大，所能够提供的升力也就越大。你看飞机在起飞时为什么要拉满发动机，让自己加速到时速几百公里？不就是为了提高吹过来的风速，产生足够的升力吗？但问题是啊，人家飞机是有发动机的，想要风速呢，可以自己创造。你海面上的帆船有自己造风的能力吗？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实际上，让帆船产生更大升力的、更大的风，就是由它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供自己使用的。我怎么有种仿佛在说左脚蹬右脚就能够飞起来的感觉呢？但实际上，在这儿呢，它是相当科学的，是由运动的相对性所决定的。这一点，相信民间发明家黄渤深有体会。全方位、多维立体加速感应器，可以让你在瞬间感受到同时电车的感觉。在海面上，如果你静止不动，会感受到真风，也就是原本真正的风速；而如果你动起来，就会感受到势风。这个跟你运动的方向、速度以及它跟真风之间的关系有关，是个相对概念。相信坐在黄渤拖拉机里面的乘客对此都有了深刻的理解。真风、船速、势风都是矢量，都有方向和大小，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如下。可以看到啊，在真风不变的情况下，船速越快，势风也就越大，而真正作用到帆上的其实是势风，那也就是势风越大，产生的升力也就越大，把船速推的也就越快，越快的船速再反过来增加势风，又可以让船速变得更快。你看啊，它们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完美的正循环关系：势风增大，升力增大，船速增大，然后势风增大，升力增大，船速增大，然后这个循环无限进行下去，岂不早晚超光速吗？想得美啊！势风的大小的确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它的方向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呀，而且是越来越朝着正逆风的方向改变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改变帆的位置来迎接越来越大的势风，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大的升力，
但是由于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风向的，也就是势风的方向，当势风变得越来越靠近正逆风方向时，升力的方向早就不再跟帆船前进的方向一致了，而是越来越斜，越来越斜，直到把帆船推翻掉。所以能够自己造风的帆船也是有个度的，只要不偏不倚，正好调到了那个度，不仅能够比自己的发动机还跑得快，而且呢还能跟自己的发动机反着干，逆风而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大家好，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中的这个小点，它叫做蓝色的圆点。此圆点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可爱的地球。1990年情人节那天，正在脱离太阳系飞往银河系中心方向的旅行者1号转过了身，拍下了这张经典的照片。那个时候呢，他离开自己的出发地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已经足足有61公里了。在此之前，完成了访问木星和土星的任务，并且第一次近距离飞越了土卫6，让人类了解了这颗土星最大卫星的大气组成。看到这张照片啊，往往让人感叹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但其实还有一个让我感到特别震撼的地方，那就是假设我们反过来啊，需要从照片的拍摄地出发，在飞行了12年，飞过了61公里之后呢，还能够准确无误地降落在那个原本看起来连1个像素都不到的星球的表面，这一切简直充满了魔幻的感觉。换句话说，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各种各样的探测器准确地导航到5500万公里以外的火星、15亿公里以外的土星和50亿公里以外的冥王星的？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太空当中是如何导航的。不过还是先让我们回到地面上来啊，看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地面上的导航是如何工作的呢？我总结了一下，无外乎就3个要素：准确的地图、精确的位置和详细的路线规划。这3样东西要么已经长在了我们的脑子里，要么就是被装到了导航的软件里。我举个例子啊，我闭着眼睛都能够从家里面走到公司，就是因为我既知道我的家在哪儿，也知道我的公司在哪儿，还知道连接起他们的街道长什么样子。所以在从家走到公司的途中呢，我就能清楚的知道我在每一个时间点都在什么样的位置。都这样了，还能走丢吗？想想看，导航软件是不是也是这样干的呢？只不过地图换成了卫星地图，位置换成了由 GPS 或者北斗来提供，路线规划嘛，直接交给算法，本质上还是一个道理。那么换到天上去，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一个逻辑来工作呢？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一个个来看。先看地图，它跟地面上的地图唯一的区别只是它会运动。乍看起来啊有些棘手，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复杂多少，因为这个会动的地图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我们早在400年前就已经弄明白它的运动规律了。蒂古·布拉赫、约翰尼斯·开普勒、艾萨克·牛顿分别用他们精确严密的观测、行星运动3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来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这3个人中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想到，仅仅在400年以后，未来的人类居然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理论，从地球出发，去到那些他们根本就无法看到的宇宙深空。今天我们只需要对某一颗星体进行少数几次的天文观测，就可以计算出它们精确的运行轨道与运行速度等重要信息，从而掌握它在未来任意时刻的空间位置，就像是你已经知道了你的目的地的准确位置一般。第一步，地图已经搭建完成了。第二步啊，就是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怎样才能像在地面上一样随时获得精确的定位信息呢？这里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我重点介绍其中的3个。首先要说的也是一个古老的智慧啊，那就是曾经在大航海时代最重要的工具了——6分仪。它通过将海平面与一颗已知位置的恒星重合在一个平面上来计算出航船当前所在的位置。比方说在北半球，想要知道自己所在的纬度是多少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利用北极星就可以了。在6分仪当中，通过活动臂把视线当中的北极星对齐海平面，活动臂在圆弧上指出的读数就是当前的纬度了。当然少了经度也不行啊，6分仪依然是可以完成的，只需要再加上一个准确的时钟、心力和一阵简单的计算就可以了。其实啊，宇航员手中的6分仪和航海员手中的6分仪工作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对准的目标有点区别罢了。
太空当中6分仪自然对准的是一些已知的星体嘛，比方说太阳、其他明亮的恒星和行星等等。在阿波罗登月的计划当中呢，6分仪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起到了调整惯性导航系统所产生的误差的作用，更是在阿波罗13号发生氧气罐爆炸、断电之后电脑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成为唯一可用的导航工具，成功的把3名宇航员带回了地球。跟6分仪原理类似的导航系统还有恒星追踪器、太阳传感器、障碍物导航相机等等，它们都能利用一些特定的星体使航天器自主的飞向目标，我们就不再展开来说了。第二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利用位于地球表面的几个不同天线来帮助航天器定位了。NASA 使用的是分别位于美国加州、西班牙马德里和澳大利亚坎培拉的深空网络来进行的，而我国马上就要开始的火星探索任务天问1号则是通过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和阿根廷深空站组成的深空测控网，以及我国射电天文观测网的 VLBI 测轨分系统来实现的。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计算发射和接收信号时的频率偏移与时间间隔来确定航天器在太空中的位置、方向和速度的。据说精度可以达到3米左右，你拿它跟要飞过的几十亿公里对比，就能感受到这个数字有多魔幻了。还有第3种导航的方法，不过现在还处在理论阶段，那就是利用脉冲星来导航。原理其实跟我们在地面上使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一模一样。我们都知道只需要接收到3颗卫星的信号，就能够通过三角定位法计算出你所在的位置了。因为这3颗卫星的位置已知，你接收到它们发射出信号的精确时间也是已知，这就够了。恰好宇宙当中天然就存在着这些卫星。脉冲星由大质量的恒星的核心坍缩爆炸形成，是一种高度磁化、快速旋转的中子星，所以能够非常有规律的向宇宙当中辐射出电磁信号，精度简直可以跟我们用在卫星当中的原子钟媲美。再加上它在宇宙中的位置又是固定的，所以刚才说的拿来定位的2个条件它都满足了，自然就能够被当成是免费的导航卫星来用嘛。只需要在我们的深空探测器上面装上能够接收它的脉冲信号的设备就可以了。有了这个人类的精确太空探索将不再局限于太阳系了，未来可期。好了，说完了地图定位，我们最后再来说说线路规划。它的重要程度呢，就等同于导航软件是帮你选了一条又远又偏的小路，还是又近又好走的大路了，省了时间也省了路费。太空当中的路很好走，因为太空真的很空嘛，它主要的问题是太远了。但由于星体都是在运动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找一个相对起来它们距离较近的时候去拜访它们嘛。不光如此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一个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路线，允许我们只用一点点的路费就一下子去串好几家的门呢？这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发射窗口器和轨道设计了。它们配合的好的话，简直天衣无缝啊！比如喷气动力实验室的加里·弗兰德罗就在1964年设计出了这样一条轨道，可以允许一个航天器利用各个星球的引力弹弓效应来一次就拜访完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而且还能将原本需要花上40年的时间缩短到只需要10年不到。前提是它必须要在1977年发射升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著名的旅行者2号了，堪称经典啊。好了，地图定位和路线，这就是我们在太空中导航的几个要素了。说完了，好像也并没有那么难理解，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故事讲给你听。A 是油猪，你说它是飞机，不知道是在伤飞机的自尊，还是在伤害它的自尊啊？的确，它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聊它。上个世纪70年代的富尔达峡谷呢，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紧张的地区之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宽约10公里、长约50公里，并不怎么险峻的峡谷，正好连接着冷战中的东西方世界。东边的苏联只要跨过了这个峡谷呢，就能长驱直入，一扫西欧平原，在法兰克福吃完早饭之后呢，当天就能到达巴黎吃晚饭了。而西边的北约呢，只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此拖住苏联的脚步，否则一路向西直到英吉利海峡，就再也没有能够阻挡苏联坦克的天然屏障了。于是，为了防止，或者是为了打赢随时可能爆发的第3次世界大战啊，双方在这布下的兵力都是空前的啊。准确的说，有超过30万的部队，3000辆的坦克，3000辆的装甲车，5000门的火炮，1000架的直升机，以及上千架的战斗机和数百枚携带着核弹头的导弹了。
都围绕在这里部署和展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A10的需求诞生了啊。为了满足美国陆军提出的所谓空地一体战的全新概念。简单点说啊，就是陆军想要一架飞机能够帮着他们从空中近距离的收拾苏联的坦克嘛。我说的近距离是真的距离近啊，近到了离地面低至300米的高度，既靠近需要保护和支援的己方地面部队，也靠近了需要打击和威胁的敌方地面部队。所以这就意味着啊，它一定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了。比如第一，它的部署是跟着地面部队跑的，这很好理解嘛，它全部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支援人家嘛。所以作为正常飞机该有的地面保障呢，它是得不到的。既然得不到，那就要自己想办法了。第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海绵，不是吸水的海绵，而是专门吸各种弹药的海绵。这也很好理解啊，你距离地面那么近，又飞得没那么快，还不得什么弹药都朝你身上浇吗？你有见过海绵吸饱水就散掉了吗？没有吧？所以它也应该是即使吸了很多的弹孔，也依然要能够保持着一整块飞回到基地才行啊。第三，光会飞，光会挨揍怎么行啊？最重要的是要像洛奇一样，挨完揍之后呢，还要能够重拳出击才行啊。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一架为了让火炮飞起来而造出来的飞机了啊。这门7管30毫米 GOA8复仇者自动加农炮跟旁边的甲壳虫对比起来是这个架势的，所以油猪的整个肚子里面差不多就只能装下它了啊，连前起落架都给委屈到靠边站了。不过武器还远远没有结束啊，它的机腹和机翼下方居然还有多达11个挂载点，一共可以挂下7.2吨多的额外武器，从 AGM-65小牛对地导弹到 AIM-9响尾蛇对空导弹，从激光制导炸弹到非制导的常规炸弹，从火箭发射器到电子战吊舱，挂满武器的油猪看起来的确相当潇洒啊。好了，以上3点油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一个个来说啊。首先，灵活的场地适应性，它靠的是把发动机挂在机身的上方，让它们远离来自崎岖地形起飞时扬起的碎石或者是异物了。地面保障不行怎么办呢？你看这儿隐藏着一个 APU， 也就是辅助动力系统，来启动2台主引擎，并在此之前为飞机上的电子设备供电了。而通常情况下，对于其他战斗机它并不是必选项，因为可以外接嘛。接着大头来了，超级皮实的耐用和抗皱性，它靠的是大量可以互换的零件，从发动机起落架到尾翼，甚至是副翼，都可以跟别人换，跟自己换，从左边换到右边嘛。你看这对发动机是不是显得间隔异常的远呢？刻意为之啊，就是要尽量避免它俩同时被击中，然后都不工作的情况发生了。与之匹配的油猪身上有2套完全独立的液压系统，用来控制全部的翼面、起落架的收放，还有机炮的供弹等等。即使一个液压系统停止工作了，也会由另外一个系统来撑起大局。再不济2个系统都罢工了，油猪的各个控制翼面也能够在没有液压的情况下靠手动来运作。不说一定能让飞行员把飞机开回到基地里面，但至少为它争取了足够的时间，飞出危险的区域，然后跳伞逃生嘛。其实有点夸张的是它的起落架了啊，要是没有液压放不下来怎么办？没问题啊，你看这2个主起落架的轮子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彻底收回到起落架舱里面的啊，放不下来那就直接这么落下去好了，它依然能够为油猪提供一定的离地间隙和缓冲，使损失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好，虽然它已经做好了必被击中的准备，但该防的还是要防嘛。它带着的箔条和照明弹比其他任何美国战斗机呢都要多。这里起落架吊舱的后面一边各有4个，还有这里每个翼间再各带4个，一共来到了16个干扰弹发射器的水平，而且都是可以在探测到被敌方的雷达和激光照射之后呢自己发射出去的。另外，它间隔宽大的双垂尾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提高飞行的稳定性，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来，这么从后面看，2个垂尾完美的将发动机关在了里面，也就将炙热的排气关在了这个通道之间，减少了油猪被红外巡热导弹追踪的可能性。接着要真是被击中了呢？飞行员有浴缸的保护，这个前2天我正好讲过，燃料罐有阻燃泡沫的保护，机身机翼有大量冗余的保护。总之，挨揍后还能笑到最后的，始终都是它了。海湾战争当中，8100架次出动，在摧毁了1000辆坦克、2000辆军用车辆和1200门火炮之后呢，他自己只损失了7架，远低于空军一开始的预期。说它是坦克开关器一点也不为过嘛。可要说它是一架优秀的飞机，其他战斗机的飞行员呢就不太乐意了。在他们眼里面，这哪是什么飞机啊？这分明就是一个慢到了容易被鸟给撞上的笨蛋嘛！
注意啊，他们的意思是啊，鸟是从后面飞过来撞上的，这就太过分了嘛！因为实际上，要不是你们是战友，真要是硬碰硬，在天上来一场狗斗，指不定是谁赢呢。油猪慢，但它稳啊，而且在空中交战最关键的一项指标转弯半径，它拥有连 F-22都无法撼动的优势啊。油猪的转弯半径非常小，于是就可以将机头更快地对准对方。而更糟的是，对于他的对手而言，他的机炮是30毫米的，足足比别人出了10毫米，难怪人见人爱了。如果把美国的发现号航天飞机熔了拿来炼金，你猜看能够炼出多少黄金来？大约41公斤。当然，这还得取决于你的技术如何。当然，至少人家在生产的时候是真金白银的砸进去了那么多的。那么，究竟砸到什么地方了呢？我明白了，一定是那些裹在航天器表面的金箔了，就像这些一样。可惜啊，并不是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黄金。先接着刚才的讲啊，那个我们经常都能在卫星探测器、空间望远镜上看到的金灿灿的薄膜呢，其实根本就不是金箔，它的里面是一点金都没有啊。实际上，它是由一种名字叫做聚酰亚胺的高分子聚合物与金属铝复合而成的材料，叫做 MLI 多层隔热材料。由于聚酰亚胺本身是黄色的，跟银色的铝组好 CP 之后呢，就正好变成金色的了，非常具有误导性。你要是也是它的受害者之一的话，就请在评论区里面举手示意一下。它的作用其实在它的名字里面就体现出来了，主要就是为了隔热的。宇宙中最大的保温瓶在什么地方？太空中啊！真空的环境呢，意味着一切的热量都无法靠空气的对流来完成，所以啊，热的地方巨热，冷的地方巨冷。对于我们发射上天的卫星和探测器而言，就是向阳的那一面在接受炙烤，而背阴的那一面却挣扎在冰窟窿当中。这对于内部的精密仪器而言，已经不是什么舒不舒服的问题了。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手段来控制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状况的话，它们盖尔皮的用时是会非常短的。于是 MLI 就上场了。虽然太空中没有对流来传导热量，但是可以辐射啊，而辐射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热传递方式。想想冬天里面的小太阳。这是一张 MLI 材料的特写照片，可以看到它是由很多层的镀铝聚酰亚胺薄膜组合而成的，在每一层聚酰亚胺之间呢，还夹着一层网格状的材料，有点像是我们医疗用的纱布。前者负责将热量以光的方式辐射出去，后者负责隔绝每一层聚酰亚胺薄膜之间的热量传递。这样越是到内层呢，所吸收或者是散失掉的热量就能够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啊，它还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好处呢，为航天器构筑起了第一道防线，把一些微陨石挡在了外面。在它们还没有碰到航天器的表面以前呢，就在这里被分解和蒸发掉了。当然，它不可能像是一个真正的防护盾那么有效，但作为一个正品而言呢，还真的就是如镜子一般发光啊。好了，但真金究竟藏在哪儿呢？大概有3个地方。第一个其实也是被涂在塑料膜上的，当然这个塑料膜呢是裹在里面的啊。黄金可以非常有效的屏蔽紫外线和 X 射线，所以呢就能够为失去了地球大气层保护的暴露在宇宙射线和太阳辐射之下的航天器内的敏感电子元器件提供防护。它会被镀在一些塑料薄膜上，包裹住这些敏感的元器件，所以呢这会是我们拿来炼金的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第二个也是大头啊，就是那些电子电路上的触点了。黄金的导电性在所有金属中呢排名第3，仅次于位列1、2的银和铜。但其化学稳定性呢却异常的出色，比后两者都要耐腐蚀的多啊！哪怕是在极端环境下，也能够撑上很长时间，是用来制作电子电路当中那些关键触点的理想材料，比如芯片上的针脚、内存的插槽、高保真音响的接头等等。可以将额外的干扰降到最低。虽然航天飞机上没有高保真音响，但是考虑到它有大量的电子控制系统，所以多镀点金是很有必要的。还有第3个地方。航天员的舱外宇航服上，你看这个玫瑰金色的头盔多漂亮啊，绝对颜值拉满，有没有？当然，它肯定不是为了让航天员看起来更像黄金圣斗士的。之所以要在头盔的面罩上镀上一层真金呢，其实是为了护眼的。黄金可以非常有效地反射红外线，却不会阻隔可见光。于是镀上一层金的黄金面罩，就可以既让航天员看清外界的事物，同时还能免遭完全没有经过过滤的阳光直射了。真是既好看又好看啊！好了，
现在你已经知道到哪边去找炼金的材料了吧？只是把退役的巨大的航天飞机呢，从美国的博物馆里面拖回来，应该是有点难度的。那么从旧手机的电路板上下手可以吗？这个呢，咱们就可以去看看西瓜整活区的博主闲的嘞最近正在做的事啊，用100部手机来炼金。它到底能成功吗？炼出的金子跟发现号上的比起来又会差多少呢？欢迎大家前往他的视频里面去一探究竟啊！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呢有一个特殊的训练项目，叫做最小间隔起飞。它假想一旦核战爆发，怎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 B-52轰炸机在基地收到导弹袭击警报后的15分钟内迅速升空躲避，以免被一锅端掉。而之所以要卡住这个15分钟呢，基本上就是基地被摧毁之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大逃生窗口期了。这就意味着每架 B-52的起飞间隔只有12到15秒左右，简直比周末商场停车场的出口还要繁忙啊！但是有个问题啊。发动汽车嘛，简单得多啊，领了钥匙就直接能走了。而飞机，尤其是这种装了8台喷气式发动机的巨无霸轰炸机，也能够说走就走的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还真不是啊！别说是8台，就算只装了2台，比如普通的民航客机上，想要从零把喷气式发动机启动起来，也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因为本质上它每次都要经历一个从外输血到制造血的漫长过程。怎么讲啊？这是由涡轮喷气或者涡轮风扇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它一方面呢需要先将空气吸入，然后加压送入燃烧室燃烧后，才能喷出来驱动涡轮旋转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啊，如果涡轮不先旋转起来，就无法驱动前面的风扇和压气机叶片来吸入空气，提供给后面的步骤。这样一来啊，整个循环从一开始就是跑不通的嘛，很像是一个经典的鸡蛋问题。如果没有蛋，就不会有鸡。但如果没有鸡的话，又哪来蛋呢？相当矛盾，是不是？那么在飞机上，我们是这样解决的：抓另外一只鸡过来，先下一个蛋好了。这只鸡呢就叫做辅助动力装置，它的作用是先去推涡轮一把，等于是给发动机输了第一滴血，然后发动机再慢慢的靠这滴血循环起来，直到自己也能够造血了，就满血上岗吧。当然，血只是一个比喻啊。辅助动力装置又叫做 APU， 它提供的是压缩空气，而且它实际上也是一台涡轮发动机，只不过呢体积比较小，靠电池就能够启动了。如果你去机场有注意观察的话，通常都可以在客机的尾巴尖尖上看到一个小洞洞。那就是 APU 了，它通过长长的管子跟主引擎连在一起，所以飞机的启动步骤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第一步，打开电源，机上的电脑呢开始工作 ，APU 也做好了准备。第二步，启动 APU， 产生压缩空气，同时也将输往主发动机的燃油泵给打开。第三步打开其中一个主引擎的启动开关，让 APU 制造的压缩空气进入到它的启动机。其实这个启动机呢是一个由很多齿轮和变速箱组成的气动马达，它连在主引擎的高压轴上，可以使高压轴旋转起来，所以连着高压轴的高压涡轮机和高压压气机也就开始旋转起来了，空气开始被吸入，它们自然也能够转得更快了，于是制造出了更高的空气压力。这个时候高压涡轮机后面的低压涡轮机也被吹着旋转了起来，而连着低压涡轮机的是低压轴，它又连着前面的低压压气机和更前面的大风扇。这个大风扇一转起来就更了不得了嘛，为发动机里面呢提供了更多的空气，循环一触即发。但你仔细看现在整个发动机里面还是没有任何的燃烧的，这些旋转进气吹动全都是由 APU 吹出来的第一口气给激起来的，所以到了第4步就该是让燃料搞点事情了。打开燃料的加压阀，用 APU 提供的压缩空气来将燃料加压后喷入燃烧室，和空气混合后点燃，制造出更大的燃气压力，推动后面的涡轮机转得更快了。好了，到了这一步呢，主引擎的制造学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也就完成了整个引擎的启动步骤了，可以切断 APU 准备起飞了。不过咱们刚才只是启动了1台引擎而已。是的APU 太小，一次只能顾得上1个，所以现在呢，这只已经长大的鸡得要扮演为另外一只鸡或者别的更多的鸡下蛋的角色了，用它生产的压缩空气来启动其他的引擎，重复刚才的步骤。
所以整个过程啊，它快不了嘛，必须得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做好才行啊。好了，到了装着8台引擎的 B52身上，它就意味着至少也要花掉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了。另外呢，它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啊，就是因为最新的一架 B52都是在1962年就已经下线的，那个时候既不流行在飞机的尾巴上装 APU， 而在 B52的尾巴上呢，还想装都装不上呢，因为它需要的是尾炮。于是正常情况下呢 ，B52的启动呢都是靠连在地面上的一台辅助动力装置完成的。别的飞机当然也能这么干，只不过使用 APU 呢是更为标准的流程罢了。虽然这个地面上的辅助动力装置可能比飞机屁股上的 APU 要大一点，但依然还只是一次只能照顾一台。从节省时间方面呢，其实并没有啥优势的。所以这么说起来啊，这15分钟升空的最小间隔起飞，就是个大忽悠咯。还真不是 ，B52是真有绝活的。来看这段视频，这名士兵往 B52的发动机舱里面塞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一阵黑烟，接着发动机它轰鸣了，它启动了，有没有快到炸裂啊？就当我前面的话都没有说啊，人家根本就不是这么玩的。那它怎么玩呢？靠炸弹来玩啊！那个被放进发动机舱的是一个小型的炸弹，它会在爆炸之后产生大量的压缩气体，而这些气体呢，正是接替 APU 来推动发动机的第一滴血。最关键的是啊，8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放入8枚炸药嘛，一起炸一起转咯。通过这样的极端手段 ，B52可以最快在2分钟内完成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然后一窝蜂的飞到天上。所以啊，看到它的发动机冒黑烟呢，千万不要去想，是不是因为它老掉牙了？人家再老，但身板也过得硬嘛。而且啊，再说一个冷知识啊，它的发动机不仅仅会装炸药，还有可能要装上水哦。是的啊，除了最后一个装着涡扇发动机的 B52H 以外呢，之前的 ABCDEFG 型号上面装的 J57涡喷发动机里面都会在最小间隔起飞时灌上水和燃料一起喷哦，用这样的方式来提供额外的推力。你看他们穿过的那层层的黑烟呢，就是混了水的燃料在燃烧不充分时冒出来的样子啦。可见 B52是真黑科技啊，难怪美军说我还要再用它1个世纪。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把飞机发动机装汽车上极其罕见，那么反过来把汽车发动机装飞机上也很罕见吗？一点都不罕见。实际上，人类飞上天空的第一架动力飞机里面装的就是一台汽车发动机。不过，既然之前都没有发明飞机，那显然莱特兄弟也没有现成的飞机发动机拿来用嘛。只是直到今天啊，汽车发动机还在兢兢业业地驱动着一些飞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虽然装着螺旋桨的飞机已经不再是当今天空中的主角了，但偶尔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从小巧的单发塞斯纳400到可以载客数十人的双发庞巴迪大西8，再到跟阿汤哥一起搭戏的4发空客 A400M， 都无一例外装着的是螺旋桨。不过别看它们露在外面的是看上去差不多的螺旋桨，但实际藏在里面的心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那么一部分啊，用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汽车里面的发动机。当然它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名字——活塞式发动机。而另一些藏在螺旋桨背后的呢，则是相对更加现代的涡轮式发动机。它们两者有何区别？为什么会同时存在？哪一个更高级呢？就让我们先从它们不同的工作方式来讲起吧。活塞式发动机又可以叫做往复式发动机。为什么呢？因为它靠把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来为螺旋桨提供动力的。它的工作方式跟汽车发动机的工作方式真的几乎就一模一样，也是依次排开几个气缸，在这些气缸当中，燃料和空气被混合、被压缩、被点燃，然后爆炸膨胀的气体推动活塞往里面运动，活塞又连着曲轴，于是曲轴就在活塞这样里里外外的往复运动下旋转了起来，最后把旋转的运动就传递到了连接着它的螺旋桨了。你看，连冲程都是一样的，也是4个：吸气、压缩、点火和排气。汽车跟它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这一通操作之后连着的是轮子而已。不对，
还有区别，气缸的排列方式，相对于汽车发动机里面大多比较无聊的排成一列外，在飞机上气缸显得是有点放飞自我了啊。比如围成一圈，甚至2圈，一前一后交错开来，一共排下14个缸。所以 V8 算什么？看看人家这个圈14才够厉害啊！当然，我猜大家应该都能够叫出它的名字啊，新型发动机。但是你知道吗？更奇葩的其实是它的上一代，虽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排列，但名字却叫做旋转式发动机。为什么叫做旋转式呢？这段视频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切。没错，它的气缸是跟着螺旋桨一起同步旋转的，恨不得把自己甩出去似的。所以由于越大的质量在旋转起来之后都会产生越大的离心力，为了不让自己分崩离析，旋转式发动机势必不能做得太大，也就势必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没有成为主流被我们熟悉也是很自然的了。当然，活塞式发动机也不光是有这样围成一圈的模样，也有排成一列的，比如著名的 P51野马头上装着的并列12缸 V 型梅林发动机了。只不过由于接不住迎面吹过来的风，它需要另外的水冷来降温，体积和重量上会比新型更大。但你应该也已经看出来了，这样它就不需要长出一个大头，会显得更加的流线一些。至于从审美角度来看嘛，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呗。好了，以上大概就是活塞式发动机的介绍了。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涡轮式发动机。其实在这儿呢，把它说全一点，应该叫做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简称涡桨发动机。它的工作原理又跟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喷气式客机的发动机非常类似了，因为那个叫做涡轮风扇发动机。看明白了没？就是把喷气式客机发动机前面的大风扇换成螺旋桨就可以了。我们依然来看看它的工作方式。跟之前的4冲程活塞循环相似啊，涡轮发动机产生推力的过程也可以分成4个阶段：进气、压缩、燃烧和喷气。而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发生在发动机的不同部分的。首先，空气从发动机前面吸入，然后它们会通过一系列的压缩机叶片，最终形成压缩空气，被送进燃烧室。在这里，它们会跟喷出的燃料混合后点燃，形成快速膨胀的高温气体，从发动机尾部猛烈的喷出，并于此过程中被迫推动后面的涡轮叶片，连着涡轮叶片的轴于是旋转了起来，并把这样的旋转往前传递，送给了压缩机，让这个吸气、压缩、燃烧、喷气的过程完美的循环了起来，也送给了螺旋桨，让螺旋桨旋转起来，推动飞机飞上了高空。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既然目的只是让螺旋桨旋转起来，那么为什么有的飞机装的是活塞式发动机，而有的飞机装的却是涡轮式发动机呢？让我们分成几个方面来说：可靠性、经济性和适用性。先来说可靠性，这个涡轮式发动机简直占尽了优势。一是因为它的结构简单，但却设计精良，并且使用的材料也是最顶级的；二是它的运动方式也够简单纯粹，基本上就是在以恒定的速度旋转而已，零件与零件之间的活动连接也比较少，所以摩擦力和震动都比较小，这就使得它的工作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更长，大修间隔期更长，非常适合一直都在飞的民用航空。但是，对了，凡事都有但是。由于它的集成化程度很高，所以在操作上的限制也就很多，对错误操作的容忍度比较低，通常就必须要搭配自动控制系统，所以价格肯定是没有优势的。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是虽然它很可靠，但免不了还是可能会出现故障，而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起来就非常麻烦了，需要有极高的专业度，并可能用上很多专用的工具。所以通常航空公司遇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还不如把整个发动机都换掉吧。而活塞式发动机正好相反，由于零件众多，致使发生故障的概率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同时，在工作冲程的每一个阶段气缸内的压力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加上活塞运动时不断产生的震动，都对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不太友好。这就要求，要是你开的是活塞式发动机的飞机的话，你最好也是个机修能手。不过幸好它修起来既简单也便宜。另外，就像开手动挡的汽车一样，它对错误操作的容忍度会更高。要不要选自动控制嘛，主要就在于你愿不愿意掏这个钱了，因为它只是一个选配而已。说完了可靠性，我们再来看看价格。很显然，这个是活塞式的优势项目了，因为它的工作环境相对比较温和，对材料的要求不是那么高，而且其中很多零件甚至还是可以跨界使用的，所以整体价格自然就更实惠。涡轮式呢，相反，工作环境极端，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都极高，零件通用性不高，都把价格推了上去。
另外啊，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到过的涡轮式发动机还得要搭配自动控制系统一起工作才行，这无意中又帮它增加了一部分售价。所以整体来看啊，哪怕是驱动型号相近的飞机，装着涡轮发动机的那架呢，都会远贵于装着活塞式发动机的那架。这样说起来，装涡轮式发动机的那架是不是也更高级一些呢？也不一定啊，也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也就是它们的适应性了。对于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没有太高要求的小型飞机来说，活塞式发动机是最好的选择。此时它具有非常优秀的燃油经济性。哦，对了，活塞式由于工作特点的原因，在油门响应时间上会更快一些，所以一些特技表演机也会装上活塞式发动机的。那么中大型飞机肯定就是涡轮式发动机的天下了。它由于本身会压缩空气，所以可以飞上更高、空气更加稀薄的高空当中，因此遇到的空气阻力也更低，飞得也就更快了。好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它俩为何同时存在？很简单啊，因为舞台同时存在。所以最后啊，我就祝大家在各自的舞台上尽情展现，早日喜提私人飞机。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就不会是另一个看似没有用的知识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